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算命先生说，手有米字纹，富贵到永久，准得吓人。第一，形体，手后肉多有福人，手掌厚实，手指饱满且擅长掌，干事有方案，节状稳重，属于官运之长相。掌薄掌长指短，即使其他文献再好，也无官之相。掌后背圆，一世好风光。也就是说，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、血管和骨头，掌心掌背都肉多，摸起来温暖和踏实。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，龙虎相配富贵人，手掌厚实，手指饱满，手相中手指为龙，手掌则为虎。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，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。只可龙吞虎，不成虎吞龙，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。第二，符号，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，生平不劫钱财。事业线清楚直上，直奔中指，事业不变。太阳线较着，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。小指财运线较着，财运丰隆，手有余钱。第三，纹理和符号均配，以这位女士明堂迪洼，八卦丰隆，并且玉柱纹清除了然，现过两桥，一闹事业不变，财运丰隆之象。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，古相书言手有米字纹，富贵到永久之说。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，一样平常诚如金掌球或掌心时，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，随意获得横财、外财或不测之财。二，玉柱纹清楚直上，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，事业线的长势好，再加之其他文献的配合较好，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，婚姻幸福，钱财充足。事业线又称命运线，其笔直向上延伸，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，其人事业心很强，干事有气概气派，且率领力很强。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，则其才能出众，常有贵人护助，并且福泽很大，仕途中官运利势。第四，手相中纹理、符号、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，富贵者居多，由于相不独断。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，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。掌色苍白不劫钱，不露寿，三宫高凸有弹性，事业线清楚直上，事业有成，钱财充足。第二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，10年难得一见，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。一，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，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二，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三，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，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，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。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四，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五，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六，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七，三财纹。玉管照神局，三财纹上的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
天文感情线、人文智慧线、地文生命线是先天三大主文，是掌中三才。这里说的三才文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3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，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，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。三峰纹，玉管照神菊，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3处了。六绣纹，手相歌诀，六绣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平人成大富，谋之禄为丰。六绣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偏财纹、六合纹、一禄纹。如果在六绣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绣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玉柱纹，玉管照神菊，玉柱纹从掌直去，为人胆直必聪明，更得学堂文显现，中年必定拜公卿。女人有玉柱纹，富裕之外，只是要里外操心，有管服治家的现象，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。有的玉柱纹不够长，没有穿过天纹，但是与天纹、人纹、地纹交叉，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，这叫做 M 字纹。有 M 字纹手相的人，通常学问高深，或者是创业富豪。三奇纹，玉管照神菊，三奇纹现无名指，一路分开3个纹，生在正宫并掌内，必作金门10路人。这3条纹并驾齐驱，形成树的形状，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。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，一生富贵，名利双收，能成大事。千金纹，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，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富贵荣华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玉千金直上加，这是少年人的词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掌中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的财运手相中富贵的集成符号较多，一般吉利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，锦上添花。相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船纹又称为元宝纹。古有手有宝船，满载珠宝之说，可见宝船纹的作用非同小可。宝船纹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，4个角不漏，属于财库，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，生活中收入高，很容易存着钱。宝船纹是由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、智慧、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宝船图形。一般情况，金元纹宝上宽下窄，犹如梯形、船形、盆形之状，元宝形状越大，则财产就越多。1982年生肖女士手相运势：第一，手大4指并收而聚拢，直爪有收，皮白肉细，一生富足之人。第二，手中宝船纹又大又封闭，并且事业线拖着宝船前行，一生运势旺盛，事业猛进，财运不断。实际福主从25岁开始自行投资，目前有上千万资产。第三，感情线深长，结婚线2条相对平衡，婚后夫妻和睦，子女双全。手相中元宝纹的出现，加大了运势的增强，犹如锦上添花。宝船纹的出现，必须要有深长的事业线配合，才能富贵有望。如果一个单纯的宝船纹，没有富贵不会太大，甚至无富贵之象。第二，手有一纹，富贵自成。
手掌象征富贵与荣华的三奇纹你有吗？手相主要就是看个人手掌中所拥有的那些特殊线纹，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生命线、智慧线以及感情线这三大主要线纹，以及婚姻线、事业线等特殊线纹。这些手掌线纹所拥有的外形特征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。那么手掌中的三奇纹就是哪种特殊的线纹呢？一、特殊的线纹。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、好运的线纹。这种线纹并非单着某条线纹，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。常见的三奇纹有两种，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，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，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、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，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，被称之为三奇纹。二、三奇纹的特点。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，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三条线纹分支，更重要的是这一手相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，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、贵人以及富贵。也就是说，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、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。他们能够在生活中遇到适合自己的恋爱对象，并且和对方有着一段美满幸福的恋情。结婚之后更是感情稳定，生活幸福。其次，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，从而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获得贵人相助，使得即使自身缺乏出色的工作才能，也同样可以取得事业成功，更是能够在面临危机时化险为夷。最后就是偏财运出色，容易获得意外之财，一生都不需要为了金钱而发愁。由此可见，这样一种特殊线纹所拥有的含义是多么的出色。三、拥有三奇纹的人，三奇纹这一手相特征确实能够体现出其人所具有的运势特点，但线纹本身也可以表现出命主的性格非常好。因为如果只是具备出色的运势而没有良好性格的话，那么也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好运从自己手中溜走。一般来说，拥有三奇纹手相的人性格认真且看重原则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底线，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坚持，也能够将感情放在第一位。第三，三金在手，必富有的发大财手。一、贵人纹。贵人纹又叫火星纹或第二生命线，一般贵人纹清晰之人都会有贵人相助，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新朋友也会容易信任你，与你合作，带给你转机。手掌有肉代表有福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有靠山。二、阴质线下积功德，前有贵人，后有靠山。阴质线不仅仅脸上有，手上也有。手上的阴质线位置与贵人纹一样，也可以说是贵人纹的一种强势的变化。当贵人纹有三条，十分清晰的时候，就成了阴质线，也叫三金线。手相阴质线说明你前世积下很多功德，那些上一世受恩于你的人，今世会来报恩，因此今生你会很有贵人缘。即便是刚刚认识的朋友，也会莫名其妙的信任你，为你赴汤蹈火。手相阴质线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，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。三、钱财纹多。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，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财旺钱多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钱，生活上大富大贵。四、手中多财库。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五、手掌厚实。手掌厚实的人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，无论是生活或工作，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，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，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。六、太阳丘隆起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，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，工作中奖金多，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。男的财运好，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七、财运线伸直。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，为财运线，俗称金棍，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钱财运好，大富大贵。八、通天手纹。位于月球较外缘的垂直线为标准的通天纹，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性、心理感应性，非常富有幻想色彩，天文、地理、人事无所不晓，又称通天纹。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竖线，自眉心上方直至额际，
脊额上的通天纹也是天目地学区的显露。有这种线的人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潜心神秘事物研究，必有大成。双手都有通天纹的，前世必是大善之人，今生头顶有灵光，一生有神灵庇佑，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，一生财运不断。有此纹的人一生不缺钱，一般有通天纹的人双手都会有，此人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，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财运，一生大成大富。第四，案例分析，虎虎生风的手相，根基深厚之人必是富贵相。第一个，金星丘尤其的饱满开阔，体质加精力充沛，根基深厚，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，中指代表自身，土星丘代表责任感，此处杂纹多代表自信心不强，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，有利有弊，利在会审时度势，避其锋芒，弊端在易形成习惯，自身才能易被埋没，潜力难挖掘。食指巽宫财位倒是饱满，伴有井字纹，财运如井水，源源不绝。财虽一般，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，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本质有保障，稳定少起伏。掌心明堂凹陷，能存财守财，纹路看有穿掌的格局，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，独立能力强，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，成家立业后会颁布父母。不过穿掌人格局还是有，敢闯敢干。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，加上金星丘饱满，穿掌和金星丘一定要配合得当，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穿掌格局。感情线深刻，重情感性，人缘不错，从太阳线也可看出。不过重情之人情路易动荡，容易陷入情网。脑线和情线见十字纹，年纪越大越相信玄学佛系，晚年易和佛家道家结缘。第二个，偏身自恋，身自恋，上下弱，中间强，面骨还算厚重饱满，运势不弱，只是额头稍浅稍尖，早运一般，难得祖荫庇护，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。颧骨强眉骨弱，全压眉，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，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，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。不过眉浓不散，上扬有气势，鼻高隆，自身独立要强，甚至有些过于要强，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，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。眼大六白，但是黑白分明，防范意识很强，有些容易吓跑姻缘和贵人，一旦深交，自己会投入很深，容易被烂桃花侵扰。田宅宫见眉毛侵扰，靠山不稳，难入大公司做靠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相学理论中，有好手相的人可握万两黄金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什么才是好的手相？今天大佬从手相学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好的手相，看看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是发财命，能够富贵和名利兼可得，手握万两黄金。一，手掌柔软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感觉特别柔软，并且厚实有肉，看不到有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，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，而且心灵手巧，很会赚钱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能干，头脑清晰灵活，无论从事什么事业都容易有所成功。最关键是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，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，似乎都会赚钱，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。此外，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，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。二，无名指长。如果一个人无名指生得很长，跟中指差不多长度的话，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，有天赋，脑子灵光，会赚钱，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。不管做什么职业，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就能从中获利，而且收益可观。无名指长的人一般都特别聪明能干，颇有智慧，做事有头脑，大多都是靠脑子吃饭，不用太辛苦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，钱财不缺。相反，如果无名指特别短的话，那就表示此人辛苦劳累，而且可能比较喜欢赌博，总是想着一夜暴富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，最后一败涂地。三，掌心藏水。所谓掌心藏水，指的是把手平摊开来，中间整个凹陷下去，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。
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非常好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。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，智商情商都很高，人际关系较好，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，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，容易获得成功。他们不仅会赚钱，更会理财，比如买一些理财产品，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，并从中获利。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，赚钱容易，存钱也很厉害，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。4. 手指并拢无缝隙，一双手平伸出来，手指并拢，如果说中间有很多的缝隙可以透光，是会漏财的表现，表示存不住钱，钱再多也是左手进右手出。相反，如果手掌伸出来，手指并拢中间没有一点缝隙的话，一般都表示此人财运好，不但会赚钱，而且还特别会存钱，不会随意挥霍钱财。手指间没缝隙的大多数都是理财高手，很会把家过日子，精打细算，从不浪费，更不可能盲目消费，或者花钱去买一些奢侈品。吃穿用也都是用比较普通的东西，能省则省，从不铺张。5. 有贵人线。所谓贵人线，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，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，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。如果手上有贵人线，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，而且贵人运特别好，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相助。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，赚钱厉害，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，家人也跟着享福。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，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，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，日子过得非常富裕。6. 财运线清晰。财运线是指位于无名指下方竖向的纹路，有的人可能不是很清楚，而有的人却是清晰可见。财运线一般都跟成功、收获、财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通常财运线生得特别明显的人，财运会很好，赚钱机会较多，而且他们擅长理财，会把赚到手的钞票合理安排，或者进行投资，让现有钱发挥更大的作用。相反，如果财运线不明显，或者根本看不到人财运较差，缺乏理财能力，即使辛苦赚到一些钱，也不会好好安排。7. 手掌有财库。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，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，呈三角形或者方形，统称为财库。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，有也是模模糊糊，不太清楚。如果掌中财库生得很明显的话，表示此人财运极好，有一定的资产，一生都不会缺钱。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，即便不用太辛苦，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。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，不愿寄人篱下，为别人打工，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。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，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，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，收益可观，日子过得非常富裕。8. 断掌。断掌是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。大家都知道，人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，那就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。假如其中的2大掌纹线，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横贯于手掌中，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成了2部分似的，那么这就是通常说的断掌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。断掌的人我们见过的很少，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，越是稀少的手相，越是会与众不同。一般断掌的人在企业家或者是高级别的领导里边居多，因为断掌的人会赚偏财和横财的果敢和大胆，在遇到赚钱机会和商机的时候，
会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捕捉到，并迅速地把握住，从而赚取大财。但是呢，手上有断掌的人性格很好强，做事情很努力，劳心劳力，每天想的事儿比普通人要多好多倍，所以也容易有心脑方面的疾病，要注意定时休息，及时锻炼和保养身体。9. 太阳丘和木星丘上有星纹。太阳丘和木星丘有星星纹的人，会比别人容易有好运气。就是你比如说买彩票，你中奖的概率就会比别人都高，所以没事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彩票，全当是娱乐，还有些钱赚。另外，一般在这个位置有星星纹的人，你会通过自己的能力赚钱，比如说投机性的炒股、期货，又或是写作、会计、律师，会接到一些大的案子，获得很高的财富积累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的手纹有时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。如果手纹消失了，代表你的好运或者是天财运结束了，那个时候就不要太过于沉迷投机性的赚钱机会，踏踏实实的工作赚钱就好喽。10. 理财纹清晰。手相学中的理财纹指的是金星带和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，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人财运都不错，尤其是天财运旺盛，容易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到账，而且数量还不小。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性格踏实稳重，做事有条有理，待人热情，人际关系较好，能够得到贵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可能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普通，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但是真的有好的机会出现，他们便能够平步青云，获得很大的成功。当然了，上面所讲的发财手也都是相术中所讲的一些手相。要说真的希望发财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。如果说有上述的手相却不拼搏，那一样也不会发财的。1. 聚财纹。聚财纹是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，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。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，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，表明一生横财有道，不仅财运好，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。生有这种聚财纹的人天生财气足，左手有这样的纹路，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，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。而如果右手有这样的纹路，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，可做老板。2. 财库纹。生命线和智慧线交叉延伸到掌外的位置为财库纹。财库纹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，看命运好不好，运程顺不顺，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。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，分叉纹路有几条，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，延伸的越长，就表明钱财越多。3. 元宝纹。手相中的元宝纹是指手掌中有3条主线一起和其他一些辅助线形成犹如金元宝的样子，这样的手纹称为元宝纹。上面宽下面窄成梯形，这样也是元宝纹。有元宝纹的人通常都比较富有。元宝纹顾名思义，表示能拥有金元宝，财运滚滚来，天生富贵命。元宝纹的形成没有规律，元宝也是有大有小，大元宝财产多，会是大富豪，小元宝衣食不愁，日子过得非常富足。4. 凤眼纹。人的拇指生于手掌的金星丘部位，主一生田宅官禄的丰足程度。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，如果形成闭合圈纹，形如眼状，则是典型的凤眼纹，这也是难得一遇的钱眼纹。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手气极佳，运气傲人，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，一生广交朋友，不但有横财，更有贵人相助，到了中年之后可有钱有势。5. 事业线比较多且长。一般来说，事业线的好坏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所具有的事业运势。
其分叉多并不是说参与的行业多，而是说明其人所具有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，涵盖了比较广泛的行业领域。拥有如此丰富知识的人，只要能够获得良好的机会，便能够创造出不菲的财富，生活富足，非常有福气。6. 手上有星纹，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，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，横财可得；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，可享子女之福。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，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心想事成。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，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，飞上枝头做凤凰；若是连接了太阳线，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。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，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住，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。7. 太阳线清晰伸长，太阳线又叫成功线，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，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。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。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。假如太阳线伸得清晰伸长的话，代表其人非常幸运，常常有贵人相助，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。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，到达月丘或生命线的话，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。8. M 型掌纹，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，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型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，拥有远大的目标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。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。假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，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，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。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的方向，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。9. 理财纹清晰，手相学中的理财纹指的是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，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人财运都不错，尤其是偏财运旺盛，容易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到账，而且数量还不小。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性格踏实稳重，做事有条有理，待人热情，人际关系较好，能够得到贵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可能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普通，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但是真的有了好的机会出现，他们便能够平步青云，获得很大的成功。10. 断掌，断掌是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。大家知道，人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，那就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。假如其中的2大掌纹线，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横贯于手掌中，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成了2部分似的，那么这就是通常说的断掌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。断掌的人我们见过的很少，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。越是稀少的手相，越是会与众不同。一般断掌的人在企业家或者是高级别的领导里面居多，因为断掌的人会有赚偏财和横财的果敢和大胆，在遇到赚钱机会和商机的时候，会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捕捉到，并迅速把握住，从而赚取大财。但是呢，手上有断掌的人性格很好强，做事情很努力，劳心劳力，每天想的事情比普通人要多好多倍，所以也容易有心脑方面的疾病，要注意定时休息，及时锻炼和保养身体。11. 守财纹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拇第2节指腹表面有横向财富纹，也叫守财纹的人，既能赚钱，也能守得住钱。如果守财纹多而且长，表示其人赚钱能力强，而且守财能力也强。如果守财纹少且短，代表其人只能入财小或不易守财。
如果没有守财文，则其人一生存不住钱，到年老时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，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。12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的第2节表面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纹线，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不论横纹或直纹，纹线越多，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。另外，在大拇指第2指节与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、斜纹、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，均可称为财富纹。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。拥有财富纹的人，无论是横纹、竖纹或者是斜纹，纹路的数量越多，表示其人的财富越多，同时也更加忙碌。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，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事必躬亲，谨慎小心，在赚得很多钱财的同时也非常辛苦，故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命。有以上12种手纹的人，注定一生抓钱无数。但是大佬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无论是做什么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。好的手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